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 Python 工具 Jupyter 的介绍与实作。那在 Jupyter 的介绍里面的话 ，Jupyter 它是一个专案，它是一个非盈利的开源的专案。那 IPython 的部分的话，诞生在2014年 ，Jupyter 的话就支援了10几种语言然后这样的支援多种语言的话，可以提供互动式的资料科学跟科学计算。那 Jupyter 产生的话的产品它有 Jupyter Notebook、Jupyter Lab 跟 Jupyter Hub。那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Notebook 还有 IPython 跟 Jupyter 的一个关联性。那在 Jupyter 里面的话有基本的概念那 Notebook 的话，它是一个基于控制台的延伸提供了一个互动计算的环境。那它也可以透过网络界面来做处理开发、编辑档案化以及程式的处理执行，并能及时的传递计算的结果。这样的设计让使用者的话更加的方便来处理这样一个开发跟测试，那并将结果做呈现。那这样的话 ，Jupyter 的话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在 IPython 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互动的运算的系统，它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互动的 share， 然后呢，并支援了一个资料视觉化。那 IPython 的话，最初是那个 Python 所开发的，所以它的设计足够灵活而可以不同的编辑器做结合。那也可以有高效能的平行运算。那让 IPython 的部分的话，也可同时在 Jupyter 的 Notebook 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核心。那一样在 Jupyter 里面基本介绍里面的话，有 Jupyter 的话是从 IPython 里面它这个专案开发来的。那在扩充套件的话，支援多个语言框架然后呢 ，Jupyter 原本是那个命名为茱莉亚，然后呢，在 Python 跟 R 的话，这种语言所组合起来的那 Jupyter 的话，支援的核心蛮多的有茱莉亚跟 Python 跟 R， 然后呢，包含了 Java、C#、Go 跟 JavaScript 等等。那所以让 Jupyter 的话有一个强大的语言的支持，一个开发环境。好，那在 Jupyter 的组成里面的话，主要的话有3个部分所构成有 Notebook 的前端、Jupyter 的伺服器跟 Kernel 的通讯协定。在图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的过程。那首先呢，使用者透过网页浏览器跟 Jupyter 去做互动，然后浏览器呢，它负责了使用者的操作，把使用者的操作指令传给 Jupyter 的伺服器。然后呢 ，Notebook 的伺服器得到使用者的指令之后，它就开始处理相关的 Notebook 档案以及 Kernel 的通讯。那 Kernel 的话，就是本身它是一个 Python 跟 R 其他语言的核心，所以它会把这个使用者的指令执行 Notebook 里面的程式码，并把结果回传给 Notebook 伺服器那由伺服器这边的话回传给使用者浏览器，得到结果。所以你就可以在 Jupyter 的 Notebook 里面想象中 IPython 跟 Notebook 的整合的架构，它是简单的编辑器完整的 IDE 之间提供一个强大应用的环境，来适合进行高互动程式的开发。那 Visual Studio Code 的话，就很像在 Visual Code 里面的话的核心打造的编辑器它可以结合其他 AI 的辅助跟一些使用所以蛮为推荐的。还有 Jupyter Notebook， 它是最原始的 Jupyter 的使用方式，可以在浏览器这边的话呢，来操作 Jupyter Notebook。还有 Google Colab 的部分的话，它是 Google 里面的话的线上 AI 作业平台，然后使用的那个 Jupyter 的 Notebook 的编辑功能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有提到 Python 工具 Jupyter 的介绍。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来介绍如何在 VS Code 当中安装 Jupyter Notebook。然后首先我们就先下载 Python。那大家可以到 Google 搜寻中搜寻 Python， 然后再点入它的那个 Download 的页面。然后就直接点选 Download 的部分，然后点这个最新版本的就好了。
然后储存，储存后就直接做执行。然后这边的话要记得加入它那个 Python 的，要把 Python 的执行档加入到我们的环境路径里面，然后这两个都要打勾。然后好的话就是按这个 Install Now。然后他会问你是否要允许 App 变更装置，你就点是就可以了。那等等安装好之后，可能会问要不要重新启动，因为我们有改变就是环境路径的部分，所以可能需要大家重新关机或是重新登录，这样才能就是可以再重新用在环境上面。那好的话就点选这个，那就按关闭就可以了。下载好 Python 之后，大家记得去安装 VS Code。然后在简报中，我们有提供2种安装的方式，安装的方式其实都不会很难，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就不详细说明了。大家可以透过第一个是 Microsoft Store 的连接去安装，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透过 VS Code 的连接，它的官网去直接做下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安装 Jupyter Notebook 的相关套件。我们首先开启套件扩充的页面，然后就是要安装3个项目。那第一个是 Python，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我已经安装了，所以就不再安装一次。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这个套件也要安装，然后这边一样是我安装了，我就不再重复安装了。然后第3个就是要下载 Jupyter。然后这部分的话我有安装过了，所以说这3个部分的话就大家就是自己去安装就好了。再来我们就是要开启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专案的时候的资料夹，大家就选取 Open Folder， 大家可以自己建立一个你自己常用的路径。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要测试的资料拉到这个资料夹当中，然后再来我们是要选择它可以执行的环境，因为在 Jupyter Notebook 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 kernel 来执行程式嘛，那我们就可以点选这边的话就是点选就是信任这个连接。进入到页面之后，我们就要选择我们的执行环境，那就可以按这边选择 kernel， 那我们就会选择 Python 的环境。我们可以选择他推荐的，也可以选择就是这是我们最近安装的就是刚刚我们安装的是这个版本，那我们就直接就是选择这个版本就好了。那如果你有发现你如果选择了就是不同版本的 Python 发现有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版本的 Python， 因为有可能这个版本的 Python 就是某些执行会不相容，那其实这个时候只要去切换 Python 版本应该就可以解决蛮多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资料的执行，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可以一次执行所有的程式专案，然后我们的程式码也都会写在这个地方，然后下方的话也会出现它的呈现结果。那这边的话就是先抓取它金价跟 USD 的 CSV 档案，那如果它需要 install 它的 kernel 的话，就让它做执行就好了。等安装好 IPY kernel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再重新去执行了。那这边的话就会自动去抓它的 CSV 档，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会安装我们需要画图的套件。然后这部分的话都是系统指令，就是它比较不是 Python 的语法，就是这部分就前面有符号的话，其实通常来讲都是系统指令。在安装好之后，就可以来执行我们的档案了。那一样，这个档案的话，前面就是有汇入我们所需要的一些 Python 相关套件。
那还有读入刚刚我们的美元跟金价的 CSV 档。然后这边其实我有做一些小调整，就是他们的时间序其实不太一样，所以说在这边的话，我有进行时间序的，就是同化，这样才能去做，就是画图的时候才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们画图的时候必须他们的 X 轴是对齐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先画点散图，然后之后再去画回归直线，那我们就可以点执行，看它结果如何。那结果的话，就是会像图片中的方式去做呈现。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数据也都是可以使用，就是这个套件 Matplotlib 去做一个绘制，那就可以帮助这些使用者更清楚的了解说我们现在的资料是怎么样呈现的，就是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去理解资料的关系。那以上就是 VS Code 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会介绍如何在Ubuntu安装 Jupyter Notebook。首先要先安装一些必要的套件，就是之前我已经有教大家安装过的 Python 相关套件，就是大家如果忘记的话就可以回去找一下，就是之前的章节都有教过，就是一些 Python 安装的指令，那我这边就不再重新做安装了。安装好刚刚的 Python 相关套件之后，我们就可以安装 Jupyter， 那就输入一下指令。那再来安装好之后，我们就要开启 Jupyter Web Interface， 然后就输入一下指令。那这边的话，一样，这个 IP 的部分一样是输入自己，就是输入 ifconfig 就可以找寻到虚拟机的 IP。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两个 URL， 就是进入到我们的 Jupyter Notebook 的页面。把它复制下来，然后贴在浏览器中贴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连线到我们的 Jupyter 了。进入到 Jupyter 这个页面之后，大家就可以自己去从这里新增程式来做撰写。那如果你之后想要执行 Python 档的话，都也可以利用 Jupyter 的部分。然后我们这边简报中也有提供一个测试档案给大家做测试。最主要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学会如何执行 Python 档的话，就是要用来处理一些资料嘛，就是用于资料的前处理，就是不是每个资料从 sensor 端收下来之后都是可以用的，那有时候是需要非常多的整理，那在存进资料库当中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说我们提供的 Python 档的话，就是会带大家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处理，看如何处理资料。那大家可以找到这个 Python 档，跟这个档案也要记得下载下来，因为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个档案，这个 CSV 档。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带大家一步一步的来做执行。那这边的话，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先汇入它的相关所需要的一些套件。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读入我们最原始的这一个档案来看一下我们的前5笔资料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先看说我们的原本的档案长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之后我们的程式为什么要去做修改。然后这里记得啊，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档案路径修改一下，因为这边的话是要改成你放这个档案的档案路径，大家就记得要修改。那读取之后可以看到里面就是包含了非常多种的观测的资料，但是我们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观测资料，我们可能只需要井号、井名跟观测时间还有地下水位高而已。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做资料的处理？我们就可以利用 Python 去做一些资料的处理，因为像这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先定义一个函数，然后去处理这些资料，把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挑出来。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透过函式处理 CSV 的数据栏位，然后只取我们需要的部分。那这边就可以开始做执行。那执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会储存一个 new file 到我们的档案当，就是同一个资料夹档案当中。那这边也有顺便计算了一下，它可能截取这些栏位所花费的时间。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处理后的 CSV 数据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大家记得那个档案的位置要改变一下。那截取后的数据就是长这样子嘛，它就是变成了，就是少了，就是只留我们需要的4个形态而已。再来还有一种资料形态的转换是，原本这个的资料形态是 list， 然后我们想把它改为 JSON 档的格式去做储存。因为不是每个资料库所需要的资料储存格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之间的转换其实也都是可以利用 Python 去做执行，因为 Python 有非常多的套件，可以很方便的去转换这些我们所需要的档案。大家都可以去找寻一下相关的就是好用的套件去做使用。那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要把原本的 CSV 档转换成这个 JSON 格式，然后这就是我们先定义这个function，然后再定义另外一个 transformat 的function，然后这个 function 的话，就是它会把所有的数据，就是这里变成JSON array 的方式去做储存，然后也会另外去储存一个资料叫做所有的站点名称这样子。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执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先把它转为 JSON 档的格式，就是把一开始的转成 JSON 档，就是转成我们现在要的另外一种的数据储存格式。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转换后的资料格式就是 print 出来看看，那就会发现它有点不太一样，因为 JSON 档的格式本来就是用这种大刮弧去做，就是它会一格一格的把资料去做包裹，然后也是以这种方式去做呈现，就跟原本 list 就是 CSV 的储存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已经转换格式了嘛，那我们再去用这个 transformat 的function，然后去把那个 JSON array 跟站点的名称就是拉出来。那这边的话，因为档案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就会处理的比较久。那再来下一步的话，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 JSON array 跟它的站点名称都把它分离出来了嘛，那这个的话，我们知道 print 它的长度的话，其实就是它的数据的量跟它测站的数量。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用这种方式把它 print 出来，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处理完的数据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数据量有这么多，然后测站数量也有这么多。那我们处理后的数据格式就会变这样。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符合一些可能资料库所需要的资料形态啊，那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做储存，才不会出错。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 print 出它的测站的所有测站，就是不重复测站的名称，那就是有这么多。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测站的资料去绘图。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先定义一个function，就是可以找到它的地下水测站。应该不是说找到地下水测站，是我们可以输入我们的测站名称，然后可以找到它的地下水位的资料。对，这一块就可以画出它的地下水位，因为我们找到测站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那个就是找到它的时间嘛。那有时间轴之后，我们就可以画它的就是对应时间轴对应的水位高度。然后最后我们是以中山一这个测站去做测试。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里有列出非常多的测站，大家都可以随便找一个复制起来，然后把它丢进去。那应该都是有可以画出它这个测站在2020 7月的地下水储量表图表这样子。可以看到这里执行后发现就是有出现错误，就是权限错误的问题。那我们就回去看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那它的问题的话是在这一行，就是它要抓取这个字体，但是这个字体的话，它并不是在这个路径上，大家要记得去做更改。
就是要更改成另外一个路径。然后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都是使用英文的，你没有下载中文字体的话，你也可以去网络上 Google 一下如何下载这个中文字体，就是要记得加进去它才能做使用。然后基本上它的路径应该是会放在这一个资料夹底下的，所以就大家一起把它改成这个资料夹底下，应该就不会出错了。那我们再重新执行一次，那就可以画出中山站的时间轴以及地下水的关系。然后它这边也会也是会展示它的中文字的部分，就是它的 X 轴跟 Y 轴还有标题都会写出来。那这样子的话，这个 Python 档的介绍就到此结束。在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有介绍了用 VS Code 跟Ubuntu 来执行 Jupyter Notebook， 然后大家的话就是可以尝试用这两个应用程式去做练习，因为在我们之后的水文上传资料也有可能会使用到相关的处理，就是我们可能都是要先把资料处理过之后再进行储存的，就是蛮多我们拿到一开始的资料都必须要先经历过处理的部分，那大家就可以利用这两个不同的应用程式来做执行。如果你是使用 Windows 的话，其实 VS Code 也是大家非常常用的软体。那如果你是 Ubuntu 系统的话，也可以非常轻松的使用 Jupyter 的。那以上就是如何在这两个系统中使用 Jupyter 的分享跟介绍，谢谢大家。